您好，我是佳佳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身为股票行的 Head of Branch 兼股票经纪，在这领域服务了那么久，会遇到种种不同的客户，这包含了股市的新手、老手或是高手都有，各个所用的招数都不同。不过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投资者惯用的就是长期投资。这样听起来长期投资不错，对吧？不是的，这里所要谈的长期并非正规的，并非你想象赚钱了而后这长期，而是投资者一开始是要做短期，但亏了钱过后就抱着做长期了，最终这样就成为那公司的长期股东。这视频最主要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正确的思维和回到投资的原点，分享投资人捉不清的盲点。不管是基本派、技术派、筹码派等等，撇开任何派系，也不管您的学历高或是低，但只要你投资股票却不懂这一点，那股票肯定做不好。可能很幸运的不小心也赚了，但如果你依然还继续在股市里投资，总有一天还是会亏回给市场的。本集就是要分享这个重点，搞懂了这，或许您的投资路从此而改变，所以务必要把影片给看完。为了给大家都可以容易理解想要表达带出来的概念，所以这里我会用影视业为例子。毕竟这个大家每天都会接触，自然而然会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。这里有4个 category： 第一 MACD， 第二 Secret 或 Sushi，第3珍珠奶茶，第4小咖啡。这4者中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给大家5秒思考。抛开投资股票的想法，单纯用生意的思维，若您有一笔资金可以买下其中一间公司，您的这笔资金是足够买进的，请问您会选择哪一间呢？再给大家5秒的时间思考。选定您的答案了吗？不妨可以在留言区写上您现在真实的答案，也可以留言说说为什么会选其公司，这样我们可以探讨一般人的去向。一般上，当我问客户时，这4个有什么不同？大家能给的答案大约就是都是饮食业、连锁店、不健康食品，不知道，很少吃。这一些都没有错，但极少的人能说出其行业的性质与定位，那就是稳定、中规中矩、潮流，或是摇摇欲坠。第一个类别 MACD 是快餐店，也是大企业，其汉堡属于是不会过时的食物，在日子久久时就会想起而会去买来吃，而且管理层也很积极，每年都会推出一些 promotion 来吸引大批的人去购买，来刺激销量。大家应该记得想当年的 Hello Kitty， 还有可爱迷恋的热潮。在 CMCO 期间也推出 K-pop 当红的 BTS Meal， 导致人潮拥挤排队购买。疫情时推出这好像引起很多人的反弹，可是不谈这一个，这是要给大家知道公司管理层积极的表现。MACD 可在各个城市处处可见，这种大型快餐犹如大笨象，其食物已经深入民心，形成有销售保证，因此相对的稳定。但因为已开拓各大城市，所以其成长性就会缓慢些。当然，也可以看到后期也有不少的自家 burger 品牌崛起，不过对比 MACD 还是微不足道。由此可见， MACD 的地位是没那么容易被取代，属于稳定性。第二个类别 Sushi Secret 有点尴尬，在平日不会特别想起要吃，即使有想起吃日本餐或是蛋糕，也未必会联想到它。虽然如此，但你去逛逛这些店，却依然可以看见有客人食用。这不上不下的就是它尴尬的点，没有大成长，但也不会没有销量，这就是中规中矩。后期陆陆续续也有其他的sushi连锁崛起，蛋糕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自家品牌竞争崛起。第3个类别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就是一阵大风。
这阵风是疯狂的，如果你们还记得那大排长龙的景象，从早排到晚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如果当时谁是前锋开珍珠奶茶，只需要几个月已经回本了，而后者开的也只需要1年左右就回本了。再跟后者可就没那么幸运，回本之路就遥遥无期了。在当时火热开头时，不管您开什么动物名堂的珍珠奶茶店，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爆。饮食业一直以来都有些热潮商品，就犹如这一个，还有这个，在不同时段会出现不同的热潮，而这些品牌你们还记得吗？第4个类别，小咖啡。话说在前，并非全部的咖啡都是如此，这只是阐述小部分。偶尔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咖啡每日都开店营业，但客人就没几个，举手可算。不过在此状况下还能继续营业，以逻辑推算便可以知道这咖啡几乎每夜都是亏钱收场。当然其后面的阴谋论我们就不谈，这只是要带出的是有些生意每夜亏钱都继续营运。知道了这些，我们又怎样运用在股市里？其实投资股票本来就是投资生意，不过往往到最后看到散户已经忘了这个投资的本质，只是会看股价上下而已。像美的这种类型的股票定为规模庞大、门槛高、稳定度高，不容易被取代，行业周期不明显。这种股你要长期当然没问题，因为过了数年后它依然存在，屹立不倒，也是基金经理会看上的类型。当股价因为外围因素导致股价下跌，更是买入的最佳时机，也适合有庞大资金并且准备以股息退休者买入。这种股你不怕跌，越跌你就越开心，因为可以买得更便宜。话说如此，此类型的股并不适合所有的人，因为成长缓慢，很多散户因为买入一段时间看不到明显盈利后，也失去了耐心，最终也放弃了。这种股虽好，不过大多数的人还是败给了人性，那就是不够耐心。Secret 这种类型的股票性质定位是中规中矩，此类型的股平常也不会有太大的表现，不建议操作，除非有出现一些利好或大利好时，那我们就可以操作那片刻。这种类型的股当然不适合长期，一不小心可能很快被竞争对手给赶上，然后慢慢被市场淘汰。珍珠奶茶的股就是一个潮流，一个流行，一阵大风，但可要知道，若站在对的风口，猪都能飞。但是要记得，风不可能是永无止境的，所以要注意风向气候，一旦风力转弱时就该收手，避免摔伤。此类型的股需要看其故事能有多好，因为这会决定风力的时间长短。在大风吹起时，股价没有最高，只有更高，而这类型的股适合短期操作或者有意把资金滚大的投资者。市场的规律永远都是太疯狂的涨幅，短时间内就能造就很多的财富，我们就要越谨慎，也要及时见好就收。这种股人性一般输给贪婪与纪律。小咖啡这概念换成股市也有此类型的股，公司几乎每季度继续亏钱，但依然还在马股上市，而这些股价非常低，感觉非常便宜，因此会制造给散户有很多的遐想。如果这股价涨这么一点就是多少%了，或是等庄家一炒就大爆赚了。但最终可以看到的是 99.5% 的散户都亏在此类型的股。被炒的这些股确实背后有人在操控，他们会配合公司公告或社交媒体放了一些吸引的消息让散户追买，这就有如 Money Game 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把票给推高，因此背后的庄家也会借此出票，最后股票暴跌。如果您的技术不到位，以及对市场的敏感度不高，操作这类型的股肯定遍体鳞伤。即使已经了解此类型的股票，也千万别被贪婪牵着鼻子走。即使是要搏，也需要懂得离场，不可能持有
不妨长期守候，傻傻的等它变美丽，对吧？很多投资者买股票后也不知道该股的定位，当然买入的原因有许多种，有者是自己分析，有者是听来的，有者是从社交媒体看到的，也有者是用钱买 tips 得来的，但买入后却不知道该股的定位。当你不了解定位时，其实你很难判断自己应该要怎么做。若给你买到美的这种类型的股时，但你不知道其稳定度和优势，股价一跌，你也开始慌了，哪里可能看它越跌越开心而投入更多的资金呢？有一些人会因为听朋友说某某股下个星期会涨，头一热就贸贸然买进，但却不懂这只是小咖啡的定位，涨了也不会卖，因为你以为这只股还会继续涨，可以买来长期收，最终亏了也不知道什么事。如果当你买入前已经搞懂此股票的定位，可能你也没有要的意思。有散户则买到珍珠奶茶类型的股，但不知道其股会被市场关注，也只是一股热潮。有者就没那么幸运，就刚好买到热潮的尾端，一旦此风向已经转弱或停止时，依然未察觉，而股价也继续活络，原本从有盈利到最终亏损继续守着，就变成所谓的长期投资了。而在守着的同时，还抱有一丝希望股价能像过去那样重来。但要知道，有些领域一旦过去那个热潮，是要时隔很多年才能回去过去的那个美景。即使有些领域能够热潮卷土重来，但也未必能像过去那样般的猛烈了。这热潮白话一点的说法，就是有利好因素推动。这个利好是因为某某因素收回，而也会因某某因素而结束。所以这个利好因素只是一段时期，不会长期，终究会落寞的。所以在珍珠奶茶热潮时开店经营，就务必要在这热潮转弱时转手卖出，这才能功成身退。若风向已经停了，还继续营运，最终难以回本，而面临每月亏损的结局。可是要记得，这个思维换成股市也是一样的。给大家分享以上我所谈到的这些定位，若单纯从操作的切入点，当然会关注珍珠奶茶，因为这样才能迅速把资金滚大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只是要切记，这只是操作，所以你需要班带下车的。那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个，我们团队更为热爱操作的莫过于美的加珍珠奶茶。若有出现美的卖 Hello Kitty、Minion、BTS 的这一小段，因为公司稳定度高，再加上有大利好的因素，此机会出现后就可以用大资金给买入，这样更能做得买得安心又能大赚。我知道市场上永远都会有摇摇欲坠的热爱者，这些风险相对于高。如果你了解而你坚持要，功夫还不到位，就用小资金就好。那如果你只是股市的 part time， 爽爽看一下，单纯的美的会更适合您。至少您有空回来看看时，美的还是依然存在着。所以买股时就先必须搞懂清楚此股的定位到底是稳定、中规中矩、热潮还是摇摇欲坠，这样买入后才能知道该股票买入操作是属于长、中或短期，几时可以重注，几时只是小操作赚零用钱，几时该出手，几时该放手。千万不要盲目投资，毕竟我们的资金都来之不易，都是血汗钱，必须掌握此定位。那我们就以成功更靠近，以亏钱距离更远。真心希望在看 video 的您会有所启发，这个 concept 也花了不少时间鞭策。今天的视频如果您也认同，觉得有道理，记得分享点赞，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您是否有所体悟。如果您想要继续免费学习投资股票的知识，那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有意想要获得更低的交易费用和更好的服务，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，与我们开个股票户口，让我们一起战胜股市。我们等你哦。